大馬嘅超級玄學網紅鐵舌頭。網絡的謾罵四起。孟婆的这个代言人其实是为了商业，到現在我都想不通，經歷好幾次的瀕臨死亡體驗，休克了大概有4分鐘。是遇到危險還是好多嘢都係約定好嘅。一瞬間我看開了好多啊！當你見到一個人嘅時候，你流下咗眼淚，呢個就係上天俾你嘅信息。2026年就嚟到啦，係時候睇睇自己嘅運勢點行啦。好多觀眾同我問開年嘅運勢啦，都話最緊張嘅就係揾錢、事業同埋健康嘅。其實大家都喺電視度見過我㗎啦，我係風水大師兄。之前呢，喺通靈之王兒攞咗冠軍啦，亦都做過超能力學院嘅導師。同好多嘅學員一齊去突破自己嘅界限，正因為係咁啊，我更加明白點樣可以用到玄學去幫到大家實實在在咁解決問題嘅。八字唔係為咗認命，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清自己嘅運數同埋能量。邊段時間行財，邊個方位嚟事業，點樣去調健康，我都喺我課堂逐一為大家拆解，仲會教你道法術器去提升運勢，等你可以自己幫到自己，亦幫到身邊嘅至親。你可能會驚我冇基礎喎，點跟得上學習呢？放心啦，我教過唔同年紀、唔同背景嘅學員。由電視節目到線下課堂，我最識嘅就係將複雜嘅內容做到最簡單化嚟教俾大家，等你可以好輕鬆咁上手。新嘅一年行出自信同埋底氣嘅。如果你都想新嘅一年咧把握運勢，活出更順嘅節奏咧，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WhatsApp 嘅 number 係59303416。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行運行到腳趾尾。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今日咧，我哋就同往期唔一樣，我平時得我同阿子耀兩個人喺度做緊節目啫。沒錯。今日咧，我哋又特別請咗大馬嘅超級玄學網紅鐵舌頭。哎呀，不敢當，不敢當。大家好，我是 Hishiko 小花花，我現在是一位通靈實習生，然後也不是超級大網紅啊，不敢當，不敢當。Hishiko 與我們結緣，其實是源於我們參加了這個靈異空間的一個論壇活動嘛。哇，非常感謝。對，也感謝您的一個邀請。首先節目開始之前呢，其實也想訪問一下你。之前您是一個演員，然後再到紋身師，然後又到了這個靈異的練習生，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化？這樣哇，其實這個講到演員是差不多追溯到快20年的時間了，對，很久很久。我以為你才18歲，沒有啦3歲，我都快40了。對，那時候是我原本的志向，但是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抽離角色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毅然退出演藝圈。那過後紋身師是因為我想要找回自己，我很喜歡畫畫，我覺得畫在人的身上，它是一種永恆，所以我就成了紋身師，差不多有8年的時間，所以我就太好了，我在 YouTube 我記錄我的生活，那就現在是一位通靈實習生，我的主神一位是天神法主公，一位是孟婆。講到孟婆這個事情就很敏感了。是這個孟婆的這個事情，孟婆就是在地府最後的一道裡面呢，專門有一個小小的酒館去調各種酒館，用它的各種的東西調一個孟婆湯，對 ，mix 這個 tequila 給你，然後一喝你就可以熱調了。笑死。對，但這個緣分說來是真的很奇妙，不是我選擇要走這條路，而是命運它在10年裡面一點一點推進。很多人以為，突然間 YouTuber， 突然間你就好像你要一個流量，還是要題材，他就去當了一個什麼神職人員。我一開始入道的時候也沒想過做這些，對，沒有打算去入個道，大家找信仰。沒想到他一直在做的時候就很多人去關注。對，記得我們剛發3到4條視頻，一下就4、5千粉了。
就是我们也想象不到播放量为什么这么大。这个粉丝量呢还是缺乏了一点呢，大家请点击订阅。哇，你们的内容我一直有在追踪，然后真的是很受益，非常的有帮到大家。哎呀，非常感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有机会去跟各个地方去跨界去联合，因为大道的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所有都包容的。在我的信仰里也是这样，我的信仰就是这整个宇宙万物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源头，宗教它可能只是为了方便更加能够融入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系统，对，那只是看你自己觉得比较相应哪一个系统而已嘛。那其实在这里我想问一下Hishiko，就是在你刚刚入这个玄学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就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有啊，给你印象非常深刻，超深刻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这个 OK， 因为那时候不是说突然之间变成了这个神职人员嘛，是因为大家在荧幕上就突然间看到，哎，怎么会有我在请神跳童的？我其实一直有在记录我的生活嘛 ，YouTube 嘛，但那个整个过程我还没有放出来，是吧？只是刚好那时候庙里有宝蛋，然后他就说，哎，那宝蛋，那要不要来走一走啊？这样子，那时候我刚刚请到这位孟婆尊神，结果那时候就很多人在拍视频，上传到网上了。上传到网上，我前面所有的那些整个心路历程还来不及让大家知道，大家就先看到哇，怎么一个角色扮演 cosplay 出来了？先入为主。对，所以就想哦，这个马来西亚网红这个名字不好的，网红这个词是不好的，很可怕的，就是贬义的，在马来西亚。因为不好意思，我刚刚阴阳女了，还超级大网红，超級玄學網紅。那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OK 就爆出来了，网络的谩骂四起，就觉得哇，又有一个网红要做新闻啦。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说 Hishiko 说自己是孟婆的这个代言人，其实是为了商业。对，赚钱。这个赚钱的东西，我怎么想，我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庙里，像你办事什么的，他们都是随缘红包。我自己好好做 YouTube 或者做刺青，其实我觉得我赚得更顺利一点。我现在反而是因为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身份，我反而花的时间心力更加多。我反而我有时候我都兼顾不来我真正的一些职业，我觉得是还蛮辛苦的，对，所以这条路并不好走，而且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责任，我相信这是我的灵魂任务，使命。刚好趁这个机会，师兄也可以分享一下。哇，非要聊吗？对啊，非要聊吗？最早其实学的是手面相，完了之后呢就学八字、学风水，然后再学易经。奇门啊那些，因为我一直在给你们算了哈，那时候但是我没流量，你知道吗？我没流量，然后我就去了某公司，然后去了某公司之后，9.9块算一次，9.9块算一次，然后呢每一天，啪53单，从早上算到晚上都算不完，然后他们还催你48小时之内要回复完。当时他在给别人算9.9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一般是凌晨1点钟离开公司的，他应该是凌晨3点钟离开公司的。没办法，还有评分系统，求求你给个5星好评给我吧。而且你也算完之后，后来算了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还可以，反馈还不错。我大概1年之后才变成了50块算一次，但是我发现提了50块之后，一样也是这么多人来找你。后来我说，那我行了。那我就又做了1年，就变成了200块。觉得师兄的这段经历很像一个修行的经历，是长期积累的。我觉得很难有人有我这么多的客户案例做基础给我去算卦也好，八字也好，风水也好，或者道法的化解也好，真的很好的试验，各种我都自己就做一些记录数据，然后我都会做很多的总结，然后我发现。无非就是3个问题，无非真的就是3个问题：感情、感情、健康，三个健康里面包括了一些神奇古怪的东西啦。玄学的嘛，是吗？对，原先我没有去管那个神奇古怪的东西的，但是后来发现，你只要走这一个行业的话，你永远离不开。
哎，那我很好奇耶，因为很像我们会突然之间转变，来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玄学的圈子吧。它其实之前都会发生一些很奇妙的事。那道长你在入道之前，你没有一些好像你解释不出来的一个，它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推着你走到这里。有，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考试就很好。哎，这是原因。师兄他走向大众视野的，其实他也经历一场考试，就是23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档节目《通灵之王2》，哇，其实就是考试嘛。我就是因为那档节目圈粉了，你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粉丝在这边。无数人是这样子的。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哲学啊，空之又空的东西，然后我自己读这些东西，我自己能读得下去，也能感受到那个世界的一个原理吧。有些开天眼、阴阳眼或者开慧眼的问我能给出的答案其实不会相差太多，就算我没看过，我都知道这个答案大概是怎么样。那我这里有一点问题想要问道长，因为我的经历它其实真的是蛮曲折的。我说10年的这个推进嘛，我在10年前其实我面临一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谷底。那时候我经历好几次的濒临死亡体验，是遇到危险还是自己？是有一天很奇妙，我只是一个简单的腹痛，腹痛也没有到很痛，也不需要到医院。结果我一站起来，我就整个人倒地，我休克了。那我的老公跟我说，我其实休克了大概有4分钟，我的脸已经是变青，然后我的脚是僵硬了。我醒来的时候，其实我的手是这样子的，已经是痉挛。然后他说我那时候好像中邪啊，那时候我就送医院嘛，医生查不出问题，我没有问题。从那一天起，我只要太阳下山，我就会感觉我呼吸困难，然后全身发抖发冷。我就开始各种的不舒服，然后慢慢的我会失去听觉，我好像看你们就有点模糊了，我要倒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就像这样子，像这种快要死掉的感觉，很长时间，我就反反复复一直进医院，头脑检查了，我的心脏也检查了，全身都没有问题。然后直到那个医院太常看到我急诊室，他就说你这症状有点像恐慌症发作，情绪可能是幻觉，情绪病没有，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只是就是恐慌的症状，就是呼吸不了啊，发抖啊，就很像嘛。所以我就去看了精神科，我真正就是接受了药物的治疗，恐慌症、焦虑症，吃药了大概3到4年，对，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就开始有做梦，梦见一些怎么说很奇妙、身体有感的感知梦，然后醒来了也就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些能量的感受，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拍 YouTube 了，我就开始我想找到一些方法，我不想再吃药了，我是不是可以透过像冥想啊、颂钵啊、自我疗愈一个合理的修行方式？对。所以我的频道开始从记录生活变到访问一些像师父啊，有些宗教的也有，疗愈系的也有。慢慢走着走着，我就见到了很多可能一些师父、一些通灵师，来自不同各地，很奇妙，他们都说同样一句话，就说你的时间到了。那时候我还有点怕，我是不是要死了？你的时间到了。他说修行的时间到了，一些师傅算到说，你往后你是会走通灵的路线呐。对，我想请教大師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有這種路徑的人，他前面都會經歷這種事情嗎？其實修行人又好，信仰又好，宗教又好咧，每個人入去嘅原因係好多嘅，唔係全部都係痛苦嘅。譬如我啦，我就唔係痛苦入到嘅，係咪先？我係歡樂入道，我真係非常之開心，因為譬如話我原先係喺解決一個又一個個案嘅時候，我發現咗睇唔見嘅嘢，我哋好似缺少咗一啲辦法，科學解釋唔到嘅嘢，好似少咗一啲模型。咁我就開始去入道去尋根問底啦。我都係從一個麻瓜，我唔係天生嘅，但係我悟性應該幾高嘅。係啦，咁我就好快咁樣將一啲嘢學識咗之後，就同所有嘢融會貫通咯。咁啱先李師徒嘅呢個痛苦嘅經歷咧，當然好多人有，但係有啲人係
借宗教或者借信仰去作為一個逃避。事實上，真真正正行上呢條路嘅人，佢唔係以一種逃避嘅心態去嘅，一定係要一種我有勇氣，我要去喺呢一度去完成一啲嘅任務，同埋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嘅慈悲心要夠足夠嘅大。因為修行嘅道路，我認為嚇，如果有人犯咗嘅話，就係一個唔適合嘅修行人。即係見到有事情發生喺你嘅面前，需要你去幫忙，你唔幫，大戒犯大戒，犯大忌。如果連呢一個心都起慈悲心唔到啊，係啊，咁你其實你收呢啲嘢就係多餘嘅。所以你話睇一個人係咪適合進入呢個修行之路，就係話周遭發生嘅事情，佢到底係冷漠嘅，定還是慈悲嘅，定係慈悲嘅？又好似阿謝師度講啦，見到一啲超度啊，見到一啲英靈啊或者嘅時候，佢就自己有個發心去幫佢。你呢個心一起進入修行嘅呢個道路，係啊。其實我聽了師兄的這個分享以後呢，也想問 Hichiko 一個問題啊，就修行前和修行後一定會有很大的一個思想上面的改變。是。那其實，在你的這個層面當中，有哪一個點是對你人生觀改變最大的？其實我剛剛聽道長這麼說，我覺得這個10年痛苦的經歷，包含後面我的一個很大的輿論事件，這一些我都非常的感恩。我現在回看那10年的經歷，好像就是要讓我去體驗到一個生命，你每一次要結束前的那種恐慌，你的那種痛苦、離別的不捨等等各種各樣的情緒，人間的情緒。所以當我現在我在這做着往生者的實習的時候，我發現每一個靈魂來到我這裡，或個案來到我這裡，我一下子就能夠進入到他的感受裡，就很快的就共鳴。對，我很快的共鳴。再來就是孟婆事件嘛，那個事件鬧得很大，其實持續了大概有半年到1年之久，現在還是會有一點的。我如果是以前的我，這個人罵我，這個人誣陷我，這個人造謠，我肯定很生氣，我一定反擊的。但是我相信是那時候我連接孟婆的時候，她給我的感受是，她是一個很溫暖、很穩重，一直到你的內在去支撐你的那股能量。當我那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看待每一個事情，我突然之間是用一種很有同理的感覺去看，好像有一個人罵，有些人罵我，甚至詛咒我全家。我其實很難過的，但是我那段期間我怎麼都升起不了我的嗔恨心，我反而莫名其妙就有一種，這個人他可能經歷了他人生當中一些很不好的經歷，你反而是憐憫他，就是你攻擊我，反而我會憐憫你，是不是經歷了一些什麼不好的事情？對，所以他才會有這樣子嘛。然後我過後發現到每一個人的這種觀點都沒有對錯，好像你說我是神棍，可能在你的立場，因為你的經歷，你遇到很多神棍，你看到很多那些網紅，所謂的網紅做了很多那種流量、真流量的事，你就會認為這樣，但你的立場沒有錯啊。但是到我的立場，我這10年以來一點點的推進，別人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在幹嘛，我懂我的內心，我為什麼走向這條路，我也沒有錯。所以我那時候一瞬間我看開了好多啊，我覺得我不需要去爭辯了，我只要回到我的內在，做好自己。我的初心是什麼？我為什麼我會發下那個願？那我就好好的去走就好了。其實那段時間我很崩潰的，我甚至有覺得我想要關掉我所有平台，我就想要隱身了，我想要去山上，就覺得這個壓力有點大，有點，對，我想要靜下來，就自己在山裡這樣子嘛。沒有必要，沒有必要啊。我們做這個風水做道呢，剛開始做也不知道能做得多大，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訂閱。不過在前幾集我就已經在講了，現在哪怕你是5000個人喜歡，未來可能有50個人喜歡，我也不會因為你們喜歡改變了我要做的內容，我依舊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對的，那我依舊是成功的，只要我自己依舊覺得我自己做的這個東西是高尚的，我的靈魂是自由的。是，而且就是因為那個事件，我就真的看
看开了，直到我真正开始在练习当中，一点一点我看到成功的一些个案，有一次甚至是就因为这个过程不小心就救了一条人命，我就觉得哇，我为什么我要去在意那些骂我的人呢？我现在我真的是在做这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有我的老公，我有的家人，他们懂我发生什么事，还有很多朋友。对啊，然后我睁开眼睛，我还能看到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已经哇，太感谢。所以人生其实时间很短很短，你想想未来的几十年你要怎么过？未来几十年你只能是开心、幸福，过到100岁就 OK 了。所以所有让你烦恼的事情，都是我们讲的这个凶兆啊，不是你想的凶兆，是大凶之兆。哎呀，可惜这里就没有这么大。对，大凶之兆。所有妨害我们烦恼的事情，各种的事情，它都是凶兆啊！我人生是有一个目标，如何自由欢乐的过每一天。道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是绝对逍遥自在。是。还有一个，在经历了10年的这个折磨，以及3年左右吧，就是修行的这个期间，到底你的使命有没有就清晰？我非常清晰，我该做什么。就是现在在练习的主要呢，都是往生者的沟通。我之前跟孟婆跟他连接的时候，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触，我是爆哭的。我从来没有那么歇斯底里哭过，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画面，是他们在过渡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各种的恐惧，有些是遗憾，有些是悲伤，有些是执着。然后我是站在那边一直在哭，所以他们一直在笑说：“哎，孟婆你要干嘛？煮汤给大家喝吗？”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碗汤的背后寓意到底是什么。他想带出来寓意，可能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可能你可以要释放，可以慢慢的有释怀、放下，然后你再开启另外一段旅程。那我希望，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那我就想要作为两岸的桥梁。往生者以及生者之间的沟通，说出一些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让这边往生者能够好好的走，而生者还有勇气可以继续前行，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方向。对，阴安阳乐，对，那师兄，你从你的这个视角来说，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选擇呢？我覺得每個人嘅呢種任務咧，事實上其實喺宗教層面，佢好容易講出嚟嘅。你無端端見到一件事，或者見到本經書，或者見到一個人嘅時候，你流下咗眼淚，呢個就係上天俾你嘅信息。如果你自己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如果感受唔到呢種流眼淚，但係你會喺其中有好多嘅啟發咧。即係話，我讀一本經書又好，去到一個地方又好，又或者係見一個人又好，突然間唔知點解我心底裏邊嘅一啲問題，就喺呢度揾到答案。我哋都知啦，包括靈性論壇，我好開心㗎。就好多嘅師傅又好啊，好多嘅老師又好啊，其實佢不斷咁講樣嘢，好多嘢都係約定好嘅。好多嘢都係約定，係好多細約定好㗎。點解我行任何嘅道路都棘嘅時候，其實個上天嘅信號話俾你知，條路唔啱你。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我為什麼要10年一直這樣子兜兜轉轉，然後就來到，就是讓你找到合適的方向。係啊，但係人係咪需要咁樣嘅經歷？必須要嘅，因為你唔去摸索過嘅時候，你冇辦法揾到自己可以擺個心安喺度嘅地方。得呢個第二個啦，第三個咧就係你去揾一樣你熱愛嘅嘢嘅時候，未必係所有人都認可嘅，一定係咁樣嘅，一定會充滿所有嘅爭議嘅。咁跟住第二個咧，你發現呢樣嘢咧係你喺裏邊咧有一種説不出想去解釋嘅感覺嘅。我呢個就係好重要嘅。說不出想要解釋嘅感覺。係，你想去解釋，但係你講唔出呢個感覺。因為你可能
你收到嘅一個信息呢個感覺叫做上天嘅信息，上天嘅信息係冇辦法用語言講出嚟，只能讓你自己悟，是只能自己这感受里，能感受到。對心裡面。道德經開篇道嗰度非常多，明可明非常明。我寫嘅嘢亦都唔係咁嘅意思，但係知道嘅人就一定係知道。所以當你行啱咗呢個道路之後，你做嘅嘢並唔係話有幾多錢啊，有幾多名啊，或者幾多嘅影響力啊，唔會嘅。但係你喺呢度咧，你發現你自己會不斷成長，成長唔係知識上面嘅成長，智慧，能夠感受到天地之間嘅呢個語言更加多，有一啲超出咗我哋理性邏輯嘅感受攞翻落嚟嘅時候。一定係啦，你連接咗啦。就是道理是需要大家相互去聊的，能夠去把這個事情說得更好理解，每一個人選擇自己適合的方向就好了。我真的感謝，今天學到了很多。無論是白髮、黑髮、紅髮，愛我是吧？任何嘅髮，我覺得都冇問題。髮永遠冇錯，錯在人；教亦都冇錯，錯亦都在人。好，謝謝大家的分享。那感謝 Hichiko 做客我們風吹說道，那也感謝師兄給大家去分享的很多的好的這個想法和觀點。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們也看到了這個 Hichiko 一種充滿勇氣，然後充滿活力，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一種精神，也看到了師兄的這種道家哲學的這種智慧的一個體現。以後不要標籤我，我除了道家哲學，還有更多的，還有很多，還有無限可能的師兄和文化的這個魅力。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呢，可以留言啦，然後在我們評論區討論啦，或者是關注我們的 WhatsApp 去聯繫到我們的師兄的助理，把自己想了解的問題和想法去同步。好，我們本期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進入咗九子離火，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財運、姻緣、家庭以及健康。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咁於是咧，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通過易經、八字、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